不生不如啊！郑丽文当年是你前党主席江启臣亲批把他的钱给党工加薪，新主席上来不同意前主席的做法，叫人家再缴一份，相当于郑丽文摸鼻子缴了2份。党中央作为裁判，放任这些黑还到处乱跑。郑丽文被黑，然后到处散播，不知道真相的，到现在还是觉得郑丽文打死不缴钱，贪财，为了选党主席才缴钱，全部串在一起，郑丽文人设崩盘。这党中央要看到的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郑丽文算是被集火，大家想一想，选举会被集火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你选得好嘛。来看到是中正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陈尚志在脸书发文，他表示在过去候选人郑丽文曾经有邀请大家跟他一起吃狗肉，而针对这样的说法，郑丽文没有否认。据我深入的了解，郑丽文并没有吃狗肉的习惯。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郑丽文吃狗肉事件持续延烧，同为候选人的卓博远也跳出来帮他说话，因为这真的让他好尴尬。这个一向口才伶俐的郑丽文被问到曾经揪人吃狗肉，面露尴尬又笑场，无法顺畅回答。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去哪里翻出这个东西哈。曾经的野百合好战友陈尚志在脸书上发文爆料，郑丽文曾经邀请大家去永和吃狗肉。讲到吃狗肉这件事，我就气，别再吃了，不要怪我出手狠，这触犯到我和爱动物者的道德底线。内容还提到郑丽文要竞选国民党主席是一件笑话，除了一张嘴，还有什么能力和学识担当这种职务？口不择言，有点胡言乱语啦，那个实在是不值得一驳啦。郑丽文打了个太极，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不过老战友仍紧咬不放，你自己心里清楚，事实就是事实。我这个人不会口不择言，更不会胡言乱语。承认年轻时不懂事就好，干嘛污蔑我的人格？用这种话来敷衍，只能证明你是一个不合格的领导人。老战友炮火持续对准郑丽文，也让郑丽文也不忍酸回去。莫非绿营也开始担心跟害怕丽文当选党主席吗？这个事情其实分成几个内核讨论啊。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那用暧昧的方式回避，还是代购的方式回避，还是直接坦诚的方式，该怎么处理？它内核重点就在于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针对郑丽文有这么多的，尤其是针对行为的，大家了解到，你攻击一个人，逐步的是以人格攻击为主，就代表说这段时间找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打到点，也因此啊，现在变成说开始找一些过去的往事拿出来打。好了，就他以前吃过狗肉好了，以前没讲，过去没讲，现在突然爱狗基因爆发，难道郑丽文过去消失在网络上，消失在媒体前，消失在各个地方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分成几个层次吧。第一个，为什么这时候拿出来翻，拿出来攻击？这代表一定有一些因素是之前没有而现在有，那是为什么？那从具体的包括民调，包括网络声量来说，看起来就是郑丽文正在往上走，所以打他的人只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想出来蹭这一波流量，另外一个就是他确实让有些人感受到威胁，所以必须要尽早来进攻。另外是张亚中针对他的攻击，这个其实昨天我们回过，不过我们还是针对这个新闻稍微就是大家再看一下，有点基本的认识好不好？国民党主席不是这样子干的。在党魁选举之前，首场由国民党中央举办的电视政见说明会，候选人张亚中拉高分贝，是在骂谁？丽文想要代表我们的政党外交去拜会日本的自民党新总裁。道士早苗是安倍最重要的嫡系啊，他是反中的大将啊，他是每年到靖国神社去朝拜的。政党外交不是只选择跟我们立场完全一致的政党进行外交。国民党不仅不会计较你过去的出身背景，还给予你2届的不分区立委职务，和你在民进党的时期一样，你都是名利双收。在2005年接受连主席的邀请参加国民党。郑丽文女士，你一直躲在反台独这个虚假的光环中，炮轰国民党是最可恶的统治者。铁丽文觉得我好像不是在跟我们各位优秀的候选人在选，是不是党部不要成为谣言制造者？郑丽文并没有吃狗肉的习惯，有一个郝先生跟一个罗先生公然的契约贿选。但即便双双缺席前往花莲关心灾情，如罗志强仍发文公开点名郑丽文，不顾19位立委声明，坚持参加电视辩论。如果郑丽文还没当选主席，就开始轻呼国民党立委们的真心建议，就为当选主席之后如何服众。接着更有中评委爆料，郑丽文卸任立委超过19个月，直到9月初为参选主席才缴清任内基线的公职分担金，每年30万的责任额，加上部分的不分区责任额，约莫200万元。缴纳责任是要基本的义务，检验说一个从政同志，你对我们的政党到底有没有忠诚度？郑丽文的部分应该是任内那4年没有缴，临表前有来把这个部分都缴清了。知道党中央这个时候释放这种混淆视听、带风向的讯息，用意何在？基线的分摊金在选前已经一次缴清，做到底，还是认为一切都是党中央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火力很凶，又是分担金，然后又是责任额。因为罗志强他现在跑到花莲去，又跟罗志强之间有的意见上的相左，必须说事情看起来是越来越难收拾。我是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大家的批判是很直接而且很给力。这里面牵涉几个，一个是关于张亚中的部分，张亚中针对郑丽文批判比较是拿他过去的一些事件来针对他进行人格
格上的直接兑现，他的攻击是非常非常用力。那也因此啊，在这上面造成的结果是这场选举变成打政大赛，因为昨天少了郝龙斌跟罗志强，也就是强有力竞争者。事实上，郑丽文到现在是不是真正的领先者还有疑虑了。郝龙斌被认为还是比较有希望。对于郑丽文目前来讲，因为距离选举还有个10天，锋芒太露，反而成为大家集火攻击的对象。这段期间对于郑丽文的集火，应该是整个候选人之间很明显的一种对郑丽文看起来正在声势在往上涨，我认为是一种应激反应。罗志强也跑来打郑丽文，这个是昨天的事情。查大雅言苦民所苦，我必须提醒郑丽文的是，直接在标题点名哦。前天深夜，19位国民党立法委员语重心长的呼吁国民党主席参选人停止党主席辩论，不要让花莲乡亲，不要让全国人民觉得台湾受苦的时候，国民党只关心党主席选举。遗憾的是，郑丽文并没有理会这19位立委的真心呼吁。另外3位候选人就依然坚持参加电视辩论会。郑丽文是目前民调最高的，非常可能成为国民党未来党主席。我就不能不为我在立法院的革命伙伴发声，也对郑丽文说逆耳的忠言。如果郑丽文还没有当选党主席，我就开始轻呼国民党立法院兄弟姐妹的真心建议。那请问当选党主席后如何服众？如何领导这一群刚刚经历过恶霸血战，为国民党守住制衡堡垒的兄弟姐妹们？要知道他们是经过民选洗礼的立法委员啊，非常知道选民心声，而他们的道理更是在情理，真心为国民党好。所以我希望郑丽文也能把立法院的兄弟姐妹心声放在心上。这样讲被亮哥痛骂了一顿，关怀行动根本借口。另外呛罗廷文，你连当立委都不够格啊！更点名罗志强、郝龙斌现在才去花莲是在干嘛？我自己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国民党的公职人员，我只觉得另外2个不参加就不聪明了。除了喊出来说尊重18个国民党党团立委的声明，当然他们这个声明出发点就像刚刚叶元之委员要离开之前3个小时他有讲到，这个是纯粹就是因为社会观感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观感这些压力，我觉得干脆取消10月18号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延后到党庆之后，或者是明年再选都没关系嘛。反正现在救灾为先，可能救灾1个礼拜、2个礼拜、1个月、2个月，可能都没办法，还要善后啊等等。我也觉得国民党党庆不要办，因为很敏感，在灾民伤口上撒盐，所以国民党党庆也延后，暂时今年的什么11月12号啊、10月25号这些相关国民党的这个党庆活动都不要庆祝，不要有欢乐的气氛。如果是这样的逻辑的话，干脆连从党庆到党代表大会都停止召开，党主席选举全部暂停到明年，那不是更好？如果照这个逻辑看的话，他们呼应这个18个蓝委的党团说不要取消了任何的这个活动。我如果是郝龙斌的阵营，或者我是罗志强的阵营的话，我就会建议说，任何跟救灾无关的行程都不要碰。结果郝龙斌虽然是北返，他去了花莲，后来亮哥有在网络上去凸显说，就抛出来说，你看这个郝龙斌去花莲，傅昆萁跟那个徐正伟在旁边陪着去医院探视那个因为这次马太恩溪的洪灾受伤的民众嘛，然后完了之后就离开了，多了民众就然后呢，所以大家会用放大镜看，那你离开就算了，你就坐火车或者是坐你的车离开花莲，就回台北这样就好了，就不要去参加花莲或其他地方的党务选举行程跟党主席有关。所以他不聪明在于说，他就跑去宜兰，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强调说是接受宜兰县的党代表联谊会的邀请，为了党主席选总是要听听他的想法，我会认为就不要去参加宜兰县党代表。你有意识到这个敏感度，你都觉得暂停这个党主席的政见发表会跟辩论会，怎么会没有意识到我的选举行程要暂停？因为这18个蓝委里面有提到暂停选举活动，郝龙斌等于你也忤逆了这18个党团立委。同样的，罗志强也是，你在你后面点名炮打郑丽文，你跟郝龙斌都一样嘛？我觉得我很遗憾看到国民党一个好好的党主选举，你就不能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光明正大、君子依让而生，下而已。大家就很简单的不要互相攻击。我听到目前为止是，听说下礼拜2、礼拜3还有针对郑丽文的不利的黑资料要丢出来，我看到就是一连串针对郑丽文在直接是刀砍杀剑骨。那郑丽文鼻子摸一摸，我过去已经花了那么多钱都缴给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你现在又要叫我再补缴一次给国民党庄，好吧？鼻子摸一摸，我也是参选符合资格，那就再缴一次给党庄。而这个内幕除了立法院党团知道之外，还有谁知道？就是国民党中央的行管会。那资料怎么会流出来？怎么会只有立法院党团郑丽文跟李德维委员他们那些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干部知道的事情，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行管会才知道？所以我就说，你要用这种制度去设计，然后去构陷郑丽文的话，大可不必。那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个敏感的节骨眼，这个只有党中央有的资料，立法院党团有的资料，竟然流出来之后，被某些特定又支持者的阵营或人物制成网络的梗图，开始狂扫，在网络的赖群组狂撒去攻击郑丽文。19个月没缴，这种人配当国民党主席吗？他当了国民党主席还会募款吗？然后开始质疑他。我昨天就在赖群组上面看到一堆，我直接在群组呛瞎说，不要拿这种事情学民进党那一套，在赖的群组去攻击国民党自己党内的候选人。竞品。如果说今天只是因为政见的不同，彼此互相攻击，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如果说今天郑丽文真的没有缴钱，然后被人家拿来做梗图攻击，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的真相荒谬到什么程度？郑丽文当年是你前党主席叫做江启臣亲批要把他的钱斗内捐出来给党工加薪，人家都付完了。你党中央有这份资料，新主席上来不同意前主席的做法，要么终止，要么继续，要么你出钱叫郑丽文把钱缴回去，你自己去跟党工讲，你有很多的做法，结果却在选举前要人家把当年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公文去做捐赠的事情，再叫人家再缴一份，相当于郑丽文摸鼻子缴了2份，结果竟然还反过来拿做黑函，这就像是你捐钱给了花莲去救灾，结果外面有人呛你说，你为什么黑花莲救灾的钱？是人类可以这样干吗？畜生不如啊！告诉你，难怪黄敬明那么生气。更严重是什么？还派网军到处发图文去洗，这更要命啊！党中央在
在干嘛？党中央安安静静在睡觉，党中央到现在没有任何声音啊。我们常说中选会是中选会，但再怎么样，中选会至少针对选举的各个方方面面，他会跳出来，虽然乱讲话，至少还有点存在感。这种事情尽管会有资料，就在党中央跳出来公文一贴结束，怎么会是秘书长跑出来说，哎呀，他在正式报名之前都缴清了，意思是怎样？要不是为了国民党主席选举啊，他会缴清吗？党中央作为裁判，放任这些黑函到处乱跑，党内互打成血流成河，这党中央要看到的吗？这下好了，本来郑丽文被黑，然后到处散播不知道真相的，到现在还是觉得郑丽文打死不缴钱，贪财，为了选党主席才缴钱，没有政党忠诚度。哦，难怪过去从民进党跳过来国民党吃香喝辣的，要套上张亚中那个印象，全部串在一起，郑丽文人设崩盘，真的是当大家都是笨蛋，以为别人看不清楚这一局，你挖一个坑，把郑丽文丢下去，活埋。现在郑丽文靠自己的力量马上爬出来了，结果活埋的过程当中呢，又挖一个坑，把罗志祥丢下去，又活埋，旁边有人当无视人一样，是这样玩吗？是要这样子弄吗？你国民党党主席要这样搞成这个样子吗？你真的要把整个国民党整个拖到火海去，葬身谷地吗？这段期间，请问国民党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去打民进党？整天都是党内同事互殴啊，不是吗？不要搞这种手段嘛，不必要动到这种程度。你再弄，难怪黄敬廷气到攻击党内的候选人。我告诉你，就是用网军在攻击党内的候选人。为什么敬平那么气到都红温了啊？我已经对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我的分析都尽量的带大家友善吃瓜，尽可能的把党主席选举引导到一个正向阳光。张亚中老师火力四射挤进人身攻击的时候，我也是尽量的用点的把它给化解掉。你这样玩就是搞死人，不是吗？干嘛一桃杀两士呢？先杀郑再杀罗，何必呢？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要这样干嘛，因为对他们来讲，怎么可以让罗大喊，怎么可以让郑大喊，让罗跟郑大喊，那还有未来啊？你是把国民党的未来彻底摧毁，那你把国民党未来摧毁，其实我不在乎国民党有没有未来，但我在乎2026、2028台湾人有没有未来。所以国民党现在不能没有未来啊，因为短期之内不可能有组织可以取代国民党去干倒民进党。现在只有国民党加民众党联手叫蓝白合，才能拿下2026跟2028，把民进党干掉，这是我唯一在乎的事情。所以我因为在乎这件事情，我必须跳出来讲话，因为没有蓝白合，这不是2026、2028睡觉的问题，就睡着你可能就没了，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火车会不会出轨？你怎么知道会不会突然跳电？你怎么知道路上会不会有天坑？所以这才是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在乎这一场国民党选举的核心逻辑，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希望的是顺利利的挟着2025民进党大败之机，赢下2026，攻下2028，中软金就该 N 的。